这段影片是由一位来自印度的村民拍摄的。据说在树上的这位村民是当地的一名村妇，他由于被鬼魂附身而获得了某种超能力。其实这段影片并不完全，我找到了这部影片的前半部分，但看完以后你会发现这起事件会更加扑朔迷离。女人慢慢地爬到了树顶，那里的树枝强度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成年人的重量。后来女人又慢慢地从树上下来了，安全地回到了地面。一位叫做瑞秋的姑娘上传了一段她父亲在睡觉时候拍摄的影片。据她的父亲描述，他父亲有一段时间在睡觉的时候，总会感觉到身边有什么人，并且这个人就在他的床边坐着。所以为了验证这个想法，瑞秋的父亲就在床边安装了摄像头，并且整夜拍摄。俄勒冈州偏远地区的一位农场主，在一天夜里，他听到他家后面的森林之中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音。这些声音他从来没有听过，甚至他都无法确定这是动物发出的声音，所以他决定去调查一下。I'm hearing the things in my woods again. I don't know if you can hear the noise. I'm recording with night vision right now. I've been hearing the sound in the back of my woods quite a bit. The heck is that? Oh my god! 视频显示，森林里确实有一些奇怪的生物，它们有着一双大大的发光眼睛，并且蹲在灌木丛中，看起来很像是在进食。然而有些观众说，这看起来有点像是人，反正我觉得是不像，你觉得呢？在东南亚某地的民间传说中，有一种十分奇怪的生物，据说它是由人类的灵魂转化而成，最终会变为畸形怪物。而一段流传在网络上的视频，恰巧拍到了这种生物。Astagfirullah, itu tuyul tuyul itu sebelah jim tuyul itu belum itu dari gigiran sia tergiran si perpisan tenempo
Di, doon ita, tuyul. Dijirin siya ta tuyul. Eta hijirin siya tuyul ta. Di. Eta nyamperkin siya ta. Tadi dinya belum nyamperkin siya oke di. Tolol tenar pun wah. Tadi lompatnya kan dia dah kaki kirim satu yul. Asap loji berpenaingnya tadi. Di, terpenaingnya tadi. Aku sudah tempo. Di, belum terpenaing di. Di. Tadi terpenaing bener aingnya loh. Di, terpenaing tadi tadi ta. 视频距今已经有一些年头了，所以清晰度确实很低，但我们应该可以大概看清楚这个家伙。拍摄者声称，这个生物只能通过摄像机看到，这好像是真的，因为在旁边演奏的人好像真的没有注意到他。一位叫做安妮的女士和她的丈夫在家中休息的时候，突然听到屋外传来了一些声音。夫妻二人觉得可能是有什么东西闯进了他们的家，所以夫妻二人在屋外调查了一番。其实夫妻二人的发现并不止这些，还有一些声音。紧接着是他们发现的脚印。Look at that. 这些发现就已经够惊悚的了，但是还有更加恐怖的事情在等着他们。那个东西甚至会在黑暗中模仿他们说话。But I'm hearing something. I'm hearing something talk in my voice. I'm gonna call out to it, and I'm gonna turn the camera around. Hello? Oh,你有看到那个家伙吗？他就隐藏在黑暗中啊。我知道你可能会说，情况都已经这么糟糕了，这对夫妻怎么还不搬家呢？其实他们已经搬家了。在3个月之前，一位叫做杰梅因的灵异探险博主来到了阿根廷的兰乔斯公墓探索，而这次的探索也让他经历了一些超凡的体验。
博主拿着手电筒四处探索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在他前方的墙上出现了一道模糊的人影。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他本人的影子，后来想了想，不对呀，墙上出现他的影子，说明他的身后应该有灯光啊。但现实是附近没有灯光照在他的身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就是接下来出现的声音。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呢？又是谁发出的呢？在博主的继续调查中，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吗？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吗？在这里。一个浑身漆黑的人影就站在了博主的不远处，但由于博主过于慌张，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的存在。随后他就离开了墓地。然而几天之后，这位博主突然在凌晨3点半被惊醒了，因为他听到了一阵很大的噪音从他家的天花板里传出来。这个人突然消失了，你相信吗？反正我是不信，但画面太黑了，很多东西都看不清楚，所以我调整了一下画面。这是什么呢？在2024年11月30日，2名盗匪潜入了一栋位于板木县的房产中进行盗窃。后来这起事件登上了新闻栏目，可是奇怪的一幕却发生了。4000円ほどが入った財布や携帯電話など8点を奪って逃走しました。財布は住宅の敷地内に止めてあった車の中に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現金3万4000円ほどが入った財布や携帯電話など8点を奪って逃走しました。財布は住宅の敷地内に止めてあった車の中に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在视频中显示的这栋房产就是被盗窃的房子，但你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了吗？窗口根本就没人，但是窗户
却移动了，是什么力量在操控窗户呢？在一个寂静的晚上，一位女士突然做了一个噩梦，在梦中，她被一个长发女人死死地盯着，然后她就被吓醒了。Okay. I swear I heard something. There's something out here. There's something out here. It sounded like it was coming from the garbage. 接下来的影片是来自北海道广播新闻其中的一个片段，当时正在报道一起交通事故，然而就是这起事件出了问题。今日午前8時前、札幌市豊平区月寒東一条15丁目の国道36号線で乗用車が渋滞の列に追突したことをきっかけに4台の乗用車が絡む事故が起きました。この事故で最初に追突した乗用車を運転していた60代の男性が心肺停止の状態で病院に運ばれましたが、その後死亡が確認されました。事故当時、路面はシャーベット状でした。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张很像是脸的图像，来仔细的看一看。说来也奇怪，这个位置应该是车灯吧？这里怎么会出现人脸呢？很多人在看到以后，把这一现象归类到了超自然现象中，但我的想法有一些不同。我觉得这可能是反光，车灯里本来就有反光材料啊。经过碰撞，车灯的罩子碎掉了，但是反光材料还在，所以反射到了周围人的脸。当然，以上都是我的猜测，这很可能是死去的那位先生。有一位网友打算去福岛县的福岛市旅行，他在去之前做了一些调查，顺便还用 Google 的街景四处查看了一下，但不看不要紧，他看到了一幕令他震惊的画面。一位女士站在了停车位上，一动不动，也不知道她在看什么。有人说这种情况很常见，这可能是一位妈妈在等待孩子放学。但如果说只有这一起事件的话，就不奇怪了。后来又有人拍到了这位女士，还是在同一个停车场，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她还是在那儿一动不动。哦，对了，并且她这次赤裸着双脚。而接下来女士的举动就更加的令人好奇了，这是另外一位网友拍摄到的画面。这位女士在干什么呢？就好像着魔了一样。接下来的影片也是一位网友在 Google 街景上找到的奇怪画面，这是一起跟电话亭有关的事件。
照片的拍摄地点据说是日本境内的山形县，传说这个地方以闹鬼而闻名。很多看过这张照片的人都觉得，这是附近的孤魂野鬼刚好游荡到了摄像机的镜头中，所以才被拍了下来。这张照片是一位女士在学生时期参加社团活动拍摄的，照片里充满了学生时代的回忆，但其实呢，照片里也有一些恐怖的回忆。看看这双眼睛是怎么回事呢？女士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却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哦，对了，如果你家里也有一些老照片的话，你也可以去翻一翻，没准儿会有惊喜呢。好吧，恐怖的时间总是短暂的，我们的节目又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飞鸿禁地，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请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一起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黎明将至，我们午夜再见。